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游览沃特城国家公园。以卡尔加里为中心，距离大概4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，一共有5个国家公园，它们是 Jasper、尤赫、班福、库特内和沃特城国家公园。沃特城国家公园在卡尔加里的南边，位于美加边界旁，开车大概不到3个小时。它的南侧紧邻蒙塔纳的冰川国家公园，西侧是 Alberta 和 BC 省的分界线。和班福国家公园一样，它也是世界遗产公园。不同于班福国家公园，这里没有那么商业化，人也没有那么拥挤。位于 Alberta 省的西南角，这里的气候和 Alberta 省其他的地方有所不同。这里的雨、雪、风更多，特别是风。每次从卡尔加里开车过来，总觉得这里的风特别大。这里的风力发电资源极为丰富，路上你可以看到无数齐刷刷矗立的风力发电杆。1869年，这里的第一个永久居民库特内·布朗不断向外面的人们介绍这里美丽的地方。他的一个朋友向联邦政府游说，以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。1910年，南边的位于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成立不久，加拿大政府命名这里为沃特城国家公园。在这里有无数美丽的景点和远足小径，比如说沃特城湖、熊山观景台、卡梅隆湖、红岩峡谷等等。这里的沃特城湖跨越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，在1932年，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同意建立沃特城冰川国际和平公园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此类的公园。在这个公园里，是由2个国家行政上分别管理的，但共同合作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。在19世纪初，不像班福国家公园，这里因为没有铁路的连接，游客很少。后来，美国的大北方铁路公司决定开通一条巴士专线，连接蒙塔纳铁路线和 Jasper， 这时才得以开始建造威尔士王子酒店。进入沃特城国家公园不久，你就能看到这里的地标建筑威尔士酒店。酒店坐落在沃特城湖的北侧，从酒店大堂看出去，你可以直接欣赏到湖上的美景。夏季，每天有很多的游客乘坐湖上的游轮穿越美加边境游览。离酒店不远，在游客中心停车场的背面，有一个远足小径熊山观景台，它的单程是1.2公里，爬升225米。登上熊山观景台，你可以纵览沃特城山谷，看沿途光秃秃的树木，那是2017年夏天森林大火留下的遗迹。其实从大火以后，这个远足小径一直被关闭，今年才刚刚开放。那是2017年8月30号，离沃特城国家公园10公里 BC 的地方，由于雷电引起了山火。正值夏天干燥炎热的气候，加上这边本来风就大，那天风好像要助山火一臂之力，更大更猛，火势很快逼近了北边的沃特城小镇，并危及了90多岁的威尔士王子酒店。9月8号，卡尔加里消防局、沃特城和周边的所有消防部门都抵达了现场，他们用水和阻燃剂喷向酒店的外墙。3辆带着阶梯式的消防车围绕在酒店周围，让酒店包裹在水笼之下。到了傍晚，酒店周围的火焰几乎达到了100多米，马上就要敲响了酒店大门。卡尔加里消防局的局长后来对媒体说：“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激烈的大火，当时除了风和烟，什么都看不见。”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落在酒店屋顶上棒球大小的物体其实是灰烬。最近的时候，大火就在酒店40-50米以外。这次大火摧毁了沃特城国家公园里80%的远足小径，还有游客中心、多处露营地、公园员工宿舍和其他水电设施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沃特镇小镇和威尔士酒店得以幸存。据说有迹象表明，在8000年到10000年以前，库特内部落的人曾经居住在公园西边大陆分界线一带。他们以打猎，主要是野牛，还有捕鱼为生。一直到1500年以前，他们多数的时间是在公园的西边，每年只有少数的时间会穿越山脉来捕猎野牛。加拿大的冬天非常的寒冷，所以在冬天他们往往会迁徙到沃特城的山谷里，搭上帐篷度过。到了17世纪，有一批骑马的游牧部落，也叫黑脚部落，凭着马匹的优势扩大他们的领地。他们经常骑马巡逻，不许其他部落的人穿过山脉。然而，他们这种优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后来因为枪的引入，早先的部落又夺回了他们自己原来的领地，黑脚部落不得不东撤。这个公园还有一个发现石油的故事，那是山谷里第一个永久居民库特内·布朗。有一次无意间在开莫隆溪流里，他看见了很多像油滴似的东西飘在水面，非常渴望那是石油。他和他的朋友用虹吸的作用将油提取，经过化验发现真是石油，就装瓶在附近出售。这一发现立刻引起阿尔伯塔省对石油渴望的企业家们的浓厚兴趣，马上成立了落基山脉开发公司，并且开始了钻井业务。到了1901年，这个公司在深度111米的油井里产出了第一桶油，这是加拿大西部的第一个油井。当地的人们兴奋地把这里称为石油城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基建项目。不过好景不长，不久这里的钻井经常发生事故，而且可以开采出来的油也越来越少，最终靠采油发财成了昙花一现。当年库特内·布朗就是在卡梅隆溪流里发现石油油滴的。博沙湖是2017年大火后少有的几条已经开放的远足小径之一，它单程是5.8公里，爬升460米。在2017年大火之前，这里还有很多驱车就可以到达的景点，比如说红岩峡谷、Crypt 湖。但是当大火烧毁了1/3的公园以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这些景点到2020年还没有被允许光顾。真希望这些景点能够尽快开放。